赵老板生意不错啊，看样子是不是马上还得开晚市？今儿不了，今儿第一天开张，没想到来这么多人，东西都卖完了。你看起来还挺得意的呢。那当然了，你看这茶坊多好看呀！从我们打定主意要做生意啊，到开张只用了3天，我自己都挺佩服我自己的。哎，话说，还是要多谢你那天劝我们留在东京，这儿的客人可比钱塘多多了。别在这里跟我绕弯子啊！你知道我想说什么的。你好不容易把那个欧阳旭给赶出东京了，现在就这么高调的抛头露面，你就不怕高家的人一旦知道你的存在，他们会怎么对你？那我要躲一辈子啊！欧阳旭他想把我们赶出东京，我就偏不让他如愿。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有100句在等着我。我让你留在东京，并不是让你开店做生意的。知道你会这么说，所以才让陈莲瞒着你来着。我要是不做生意，我们3个拿什么养活自己？拿什么付房钱？坐吃山空啊！我能让你没钱花吗？那个时候在江南的时候，你说要几百万，我不是说给就给吗？住着你安排的房子，花着你的钱，别人怎么看我呢？我算你什么？你的外甥？简直一派胡言，谁敢这么乱说？我撕烂他嘴！你是不吝啬，可是向你借钱手心向上，自然就矮了3分嘛。借1次2次，你还愿意帮我们，那10次100次呢？1000次万次亿次我都愿意。你这是在吵架吧？怎么吵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？哎，陈莲，你来了。三香姐，我特意给你留的滚。哎呦，你慢点吃，啊，你捏着。我们家子芳也最爱吃这个了，每回吃的时候跟你一样馋。子芳，是你儿子啊？他在哪儿啊，姐？别噎着了又啊！顾副使，他也来了。哎，你别去，他们正吵架呢。好端端吵什么架呀？我们顾头啊不高兴你们在这开店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反正尹长姐你别管就是了。看着没有？别看了。车过来，靠上。哎，我之所以要开这个茶坊啊，也是想守株待兔，等欧阳旭回京，问他要回那幅夜宴图。那幅画只是公物，你要实在要不回来就算了。我现在担心的是你，我现在公务越来越繁忙了，万一一个错眼没能护住你，我能自理，不用别人保护。我是别人呢？我说的这个别人不是那个别人。一个还没有授予师职的欧阳旭已经把你折腾得半死了。你现在店里生意好，万一招来别人嫉妒眼红呢？就算高家的人不出手，随便找几个地痞流氓过来就够你受的了。遇见你之前，在钱塘我也开了好些年店，做生意的规矩我懂。行头那边我交过钱了，李正也打点过了。你们回来之前，我们还对付了地痞，还赢了。你别忘了，3娘要是急起来，可是连你都能打晕的。反正你总有你的道理。我真不是和你犯倔，我是真想开这个茶坊。虽然当初留在东京有50%是因为在城门受你所及，可是那日当我筹备茶坊的时候，当我拿起茶壶，拿起算盘，心里面的委屈和愤怒都消散。东京这么大，这么好，能容得下你，就一定能容下我。我有预感，我们这个茶坊一定能比在钱塘的时候更上一层楼。我今天来的时候路过金华书院，我听到里面在念“淮南为橘，淮北为枳”。不错，你在钱塘做生意做得很好，但是不代表你在东京也能把茶坊开好。是吗？
那你看这么多客人，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？那你要不要跟我打个赌啊？咱们以1个月为期限，1个月之后，如果你这家店呢还是只盈不亏，那么这件事情我就此作罢。但是如果亏本的话呢？行啊，你说东我绝不往西，要不然你再调个账房来查账。行了，请我进去点点茶，让我尝尝，看看离1个月前的钱塘进步还是退步。我的茶艺从来只增不减，只要你别动不动让人拿刀指着我就成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上一次明明是有人先在我的茶里加了料吧？活该，那个时候你是真讨厌。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，趁人之危胆大包天，偏偏还喜欢强词夺理，自以为是。强词夺理，自以为是。哎，你不是？你这人怎么？顾副使，你千万别生盼儿姐的气，是我不听她的好言相劝，跟周舍偷跑，才犯下这么大的弥天大祸。是我成天要闹着脱籍，才连累她得罪了欧阳旭。就连这间店也是我闹着要开的，千错万错，怪我一个人就好了。啊，不是啊，我没打算怪你姐姐，你也不用把什么都揽在自己身上吧。啊，是，我听你潘二姐说了，你的身子呢比普通人要较弱。既然想在东京打下一番事业，就要好好想一想，多学习，多努力，多保重自己，学着更加坚强一些。下次再遇到像欧阳旭那样的事，除了怨自己无能以外，还能做点什么？行了，茶我也不喝了，先告辞了。生意兴隆啊，赵老板。总算是走了，我都快累死了。一会儿啊，我就去把明天要用的引子先备出。咱们3个根本忙不过来，还得再找个帮手。是，我也可以帮忙。顾指挥，我也想帮忙，可是我能做什么呢？如果以后再遇到欧阳旭那样的事情，你是想告诉我，高家以后说不定也会报复我们？可高家连你也对付不了啊！我素来自傲，以为自己的歌喉已是天下一绝，没想到和妹妹的琵琶比起来，倒是远远不如。有多少当官的这辈子连一面官家的面都没见过，而我呢，我才23岁，官家和娘娘就亲口夸了我2回呢，2回。官家比高家厉害的还有官家，只要我和张好好一样，